魏无羡摩挲着下巴，犹豫道：“蓝湛你也太闷了吧。”蓝忘机，魏无羡，我们俩的事拖了这么久，与你脱不了干系。蓝忘机，为何这么说？魏无羡笃定道：“你看看啊，你若是表现得再明显些，我也不至于昨日才知道此事。自信自己表现得非常明显，且被自家大哥瞧出端倪数次的蓝忘机，不到1日，魏无羡于百凤山之上强打稳打韩光君的光荣事迹已经传开。莲花坞与云深不知处不同，闲暇之余也爱聊几句八卦。短短1日，众门生客卿脸色变了又变，最终定格了一张张慈祥无比、自豪无比、或老或少的脸。魏公子不愧是魏公子，当真厉害，即便是断袖也要断得如此与众不同。倘若日后能将这韩光君拐回莲花坞，也算是给他们圆梦长脸。如此抱着美好的期许，莲花坞众人亲眼看着天边一黑一白2个几乎重叠的身影时，不止震惊于他们魏公子的雷厉风行，更诧异于2人姿势白多黑少。魏公子被韩光君揽着肩圈在怀里，显得如此小鸟依人。错觉。教场上的门生与客卿呆呆地仰头望天，揉着眼睛反复数次，几度确认被抱在怀里的那个似乎大概的确是他们云梦的魏无羡魏公子。众人蓝忘机遇见至教场上方，缓缓下落，而教场上众人也随着他的动作扭动着僵住的脖子，最终将2人全貌瞧了个清。莲花坞引以为豪的魏公子正扒着方才他们自以为的优秀媳妇韩光君，睡得正香。韩光君则一手扶着肩，一手揽着腰，纯白色的宽大广袖将人捂了个严实。偶然间低头看他们魏公子的眼神都似要流出犹如实质般的宠溺。众人这么看，似乎有什么地方不对劲儿啊。2人落地后，一门声音被韩光君激大发了，愈发的没有眼力劲儿，呆愣愣的伸出2手打算将黑衣人接过，果不其然，在其同伴惊恐的眼神下得了韩光君的冷眼。那门生在场之人心脏狂跳，看着俊美至极却冷气逼人的韩光君，纷纷生出了一种若是将此人娶进莲花坞，还不如将魏公子送出去的大逆不道的想法。蓝忘机落地后原地立了一会儿，未等到魏无羡醒来，淡粉的唇抿了抿，再抿了抿，直到唇色发白。他轻轻晃了晃怀中之人，魏无羡没动静。蓝忘机再晃了晃，魏无羡依旧不动。蓝忘机耳根慢慢烧起红色，微微弯腰伸手，魏无羡缓缓睁眼，蹦跶着醒了。蓝湛到了。蓝忘机目睹全过程的门生客卿，魏无羡睡得有些迷糊，扭头看了一圈，见自家门生与客卿团团围着自己与蓝忘机，打个响指，复着手行了几步，又折身夺回去，拍拍身旁之人肩膀，道：“看见他了吗？”门生们道：“看见了。”魏无羡笑着炫耀道：“我道侣。”门生有的门生还想替他们莲花坞争取下那韩光君何时嫁过来。魏无羡摇头不是他嫁。那门生恍恍惚惚不是韩光君嫁。魏无羡在一脸自豪的接道：“是我嫁去云深不知处。”门生们有人嘀咕道：“您自豪个什么劲儿啊？”魏无羡耳朵尖，听的这句话再度挺了挺胸脯，能嫁给韩光君，为何不自豪？门生重点并非在韩光君上面，而是嫁这个问题吧。大多门生想的并不远，而客卿想的全面，思绪纷乱，飘到了他们远在金陵台的江宗主身上，心中升起无限怜悯。客卿们，若传言是真，那江城带去的那帮门生应该还能把她嫁回来吧。106，两人抵达莲花坞时已是傍晚。魏无羡光荣回乡，将自己心得的道理介绍给门生后，也不急着走。蓝忘机遇见1日，他也心疼，打算让他好好休息，自己想法好好犒劳他一番。回房翻箱倒柜，将随便找出备好，随后连忙出门去寻方才被他支开的道侣。谁想跑遍了整个莲花坞，都未见到人影。魏无羡正疑惑着，救了一个门生来问：“哎，看见蓝湛了吗？”那门生到韩光君去找温医师了。魏无羡忽然紧张起来，只预感有阴谋现世，找他干嘛？门生猜测，替您看病。我看韩光君倒是挺健壮的，您瞧着倒是。魏无羡问：“我瞧着如何？”门生诚恳道：“单瞧着也生龙活虎的，
跟韩光君站在一起就，魏无羡就如何？你这孩子说话怎大喘气儿啊？门生道瞧着是挺像您该嫁过去的。魏无羡，门生道该如何说呢？在韩光君面前，琢磨半天，他想出一个词，娇气。魏无羡，娇气。门生摇头，觉得不准，再纠正道爱撒娇。魏无羡听不下去了，摆手道好了，你别说了。门生乖巧闭嘴。魏无羡原地伫立片刻，又问那你说我身上瞧着有何不好，非得他私下去找温情？